听得林叶舟的话，楚风对这两个女子也是刮目相看。秦问天，青木榜第一的存在，虽说相传她的实力与秦凌云不相上下，但既是第一，就肯定有第一的缘由。可那对姐妹花的其中一位，竟能够刺激的秦问天闭关3年之久，却仍不出关，可见当年的秦问天是遭受了多大的侮辱，才会这般。忽然，两道冷冽的目光射向楚风，仿若寒冰，暗藏杀机。是聂婉儿与聂仙儿那对姐妹花，她们只看了楚风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一切发生在一瞬间，除了楚风之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那暗藏杀机的目光是在警告楚风，警告他不要乱看。至于为何警告，那也很简单，对方觉得楚风不配，连观看他们容颜的资格都不配，所以让楚风别再看他们。高傲霸道，但却也有高傲与霸道的资本。像他们这样的女子，就是凡人眼中的仙子，不食人间烟火，自然也就看不上凡夫俗子。而在他们的眼中，楚风就是平庸之辈，就是凡夫俗子。楚风笑了，因为他知道那两个女子是误会了。楚风看他们，可不是因为他们的美貌，毕竟楚风的女人每一个都比他们要美。不说紫菱，就算苏美，那甜美的容颜也胜过这两名女子。不过就算那两名女子误会了楚风，并且还威胁了楚风，楚风却也不生气。楚风就是有这种气度，不与女子斤斤计较。诸位小友，又到了九市联合举办3年一度的九市狩猎了，而此次九市狩猎的地点乃是我青木山的禁地远古遗迹。远古遗迹顾名思义，这乃是远古时期保留较为完整的一处土地，其中不仅有着许多你们没有见过的建筑，还有你们没有见过的植物，甚至那里的空气都是有味道的，那里的天地之力都是与众不同。当然，在那样的地方，最必不可少的自然也就是凶险。不过我为你们选的地方乃是远古遗迹中安全指数最高的一块区域，只要你们按照地图所示，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便不会遇到那些凶险之物。当然，凡事都有意外，如果你们真的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凶险，可能会因此毙命的话，便可以捏碎我为你们特意准备的传送符。那传送符可以在短距离内进行传送，只要你们捏碎，就会第一时间将你们传送到有长老们守护的安全区域。当然了，只要捏碎传送符，那么也就等于弃权，将失去此次九市狩猎的资格。这是你们进入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而此次九市狩猎的规则其实也很简单，胜者只有一个，而获胜的方式便是在规定的区域内寻找战旗钥匙，只要谁率先寻得9把战旗钥匙，就可以登上战旗台。登上战旗台便可拿到战旗，只要拿到战旗者，并且将它安然的带回来，那么就是此次九市狩猎的获胜者。获胜者，我将亲自奖励他这把无尽之刃。独孤星风说话之间，取出一把长达2米的兵器，这把兵器通体黝黑，闪闪发光，4刀4剑，霸气非凡。至少此兵胜过王兵数倍。无尽之刃，那不是一把半成地兵吗？难怪此兵的气息如此之强。可是无尽之刃不是藏剑山庄铸剑军者的兵器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们想多了。铸剑军者那是何等人物？不仅仅是一代武帝，更是5之圣土现如今最伟大的界灵师之一。他的铸剑之术若说第一，几乎没人敢说第二。我听说铸剑军者一直在研究他的无尽之刃，准备打造出多把仿造品，好以高价卖给其他势力。而铸剑军者与独孤掌教倒是有些交情，曾答应过独孤掌教，若是练成无尽之刃的仿品，并将第一把便卖给青木山。想来此刻在独孤掌教手中的这把，应该就是一把仿造版的无尽之刃，并且还是第一把仿造版的无尽之刃。看着那把无尽之刃，各方掌教都是议论纷纷。相比于弟子，他们知道的事情自然要更多一些。诸位掌教说的没错，这把无尽之刃的确是由铸剑军者前辈所亲自打造的一件仿品，可就算仿品，却也价值不菲，威力不弱，一点也不夸张的说，这把无尽之刃就算不如铸剑军者的正版无尽之刃，但也相差不了多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乃是铸剑军者前辈亲自说的。独孤星风说话之间，看向了铸剑山庄的掌教。独孤掌教，此话不假，我家铸剑大人的确说过此话。铸剑山庄的掌教说道。听得此话，众人一片惊呼，尤其是弟子们眼中更是绽放起了光芒。半成地兵，那可是无价之宝，虽然这只是仿品，但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贝。如今他们有机会得到，自然无比高兴。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下面诸位掌教宣布各自势力的扛旗弟子吧。独孤星风话落之后，便坐了下来。我万花绣院扛旗弟子聂婉儿、聂仙儿。万花绣院的掌教率先开口，毫无悬念地宣布了：聂婉儿、聂仙儿这对最强姐妹花，我界师联盟扛旗弟子苏美、林叶舟。界师联盟掌教也是开口宣布：苏美是那个长相甜美的姑娘吗？这么年轻就做了扛旗人吗？怎么之前都没有见过她？莫非是界师盛会内哪位前辈的关门弟子？苏美的名字宣布后，倒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毕竟她是一个新人，而且还是一个实力不俗的新人，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此之后，其他势力陆续宣布各自的扛旗弟子，而大多与往年一样，就算与往年不一样的，也没有太大差别。在场的都是这代九世之中最优秀的弟子，大家几乎都很熟悉了。直到青木山的独孤星风开口后，人们才大吃一惊。我青木山扛旗弟子楚风、秦凌云。独孤星风高声说道：楚风？楚风是谁？根本没听说过呀，怎么排名还在秦凌云的前面？众人心惊，这扛旗弟子的排序往往都是有说到的，就比如苏美和林叶舟，苏美排在前面，那就多半说明在界师联盟掌教的心中，苏美的实力比林叶舟要强。而如今青木山的弟子之中，秦问天没有出场，
秦凌云这位第二弟子，理所应当的就应该排在前，江芙蓉排在后。现在江芙蓉没有排上也就算了，而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楚风，竟然还排在了首位，这真是叫众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所以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都知道这个陌生的脸孔肯定就是那楚风，竟只是6品武王，这样的修为也配做扛旗弟子。然而当他们认真打量楚风之后，更是惊讶不已。6品武王，这个修为着实不强，该不是搞错了吧？那个人会不会不是楚风？会不会是哪位弟子改了名字？有些人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猜错人了。可是就在这时，楚风与秦凌云却一同向前踏出了一步，向独孤星风行礼致谢。我擦，还真的是他！独孤前辈是怎么了？瞎了眼睛不成？怎么选了个废物做扛旗弟子？这下众人彻底无语了。不过要论到无语，最无语的其实莫过于秦凌云。在他的心中，楚风是什么角色？不过是他一只脚就能踩死的小角色。然而就是这个他丝毫不放在眼中的小角色，如今却踩在了他的头上，这自然叫他极为不爽。虽然不爽，但他却也不敢说话，他还没有胆大到敢违背独孤星风的地步，所以只能默默忍受，准备暗中再对付楚风。哈哈，9大势力的扛旗弟子都宣布完了，那我们就老规矩，赌一赌如何？忽然铸剑山庄一个老头起身发话了，此人一开口，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因为这个人可不同寻常，这是一个老头，长得很埋汰，穿的也很脏，跟叫花子差不多，所以他没开口之前根本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存在感很低。但是他这一开口，敏锐的楚风顿时就察觉到这个老头很强，不仅是半地巅峰，他那内在的强者气质似乎比铸剑山庄的掌教还要浓。傅师兄，你可知道这位前辈是谁？他似乎很强。楚风向傅飞腾传音问道，那位叫做无良老道，与我界师联盟的苗长老有些相似，虽说他不是铸剑山庄的掌教，但却地位超然，不同凡响。傅飞腾回道，原来如此，那他所说的赌一赌是要赌什么？楚风问道，这个啊，是9世掌教与长老们每次9世狩猎都会进行的一次赌博，这种赌博是无良老道提起的，但是各位掌教也都很喜欢，所以这已经成为9世狩猎的一个传统节目了。至于怎么赌，也很简单，就是在9座势力18位扛旗弟子之中，压住哪位弟子能够获得9世狩猎的胜利即可。傅飞腾解释道，这还真是赌博，只不过是高级的赌博，想不到9世这些超然大人物也都好这口，果然是人就脱不了俗，哪怕修为再高也是人，而只要是人，就有7情6欲，就有喜好，就有钟爱之事。楚风知道赌博这种事在平民百姓之中最为流行，是最常见的娱乐项目，也是维系感情的好方法。不过也有很多人沉迷于此，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没有上进心。有的人甚至认为赌博是发家致富的捷径，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平民百姓没有修武的资质，他们想过上好日子就需要钱。可是修武者不同，寻常百姓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已是身外之物，连废铜烂铁都不如。他们追求的是更强的力量，或是能带来更强力量的至宝。所以修武者在平民百姓的眼中是仙是神，如同9世掌教这种，那更是仙中之神，神中之仙，怎么可能沾染这种凡物？但实际不然，就算修为再高，也依旧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烦心，有烦心就有欲望，赌博也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方式。哈哈，无良前辈，你还是这么爱赌啊？这一刻，八荒岭的掌教开口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脸上却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事实上，不止八荒岭的掌教如此，其他势力的掌教，包括独孤星风，甚至那些地位超然的长老们，也都变得兴奋起来。少废话，你赌还是不赌？铸剑山庄的无良老道说道。赌？难道我怕你不成？八荒岭掌教说道。赌注还是一如既往，你别出不起。无良老道提示道，就算再翻一倍，老夫也赌得起。八荒岭掌教自信满满，随后说道，既然此次9世狩猎只有一位胜者，那我便压注在碗小友的身上。八荒岭的掌教压住了，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没有压住他自家的扛旗弟子，反而压在了万花绣院弟子聂婉的身上。但是他这样的举动，除了一些外人之外，却没有多少人感到意外，那些掌教们更是习以为常，这让楚风颇感意外。楚风本以为碍于面子，基本上都会压在自家弟子的身上，不过现在他发现他错了。这八荒岭的掌教很务实，他知道自家弟子不如万花绣院的姐妹花，所以干脆压在了万花绣院弟子的身上。而在这八荒岭掌教压完之后，八荒岭的一位长老倒也是选择下注，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像自家掌教一样压在别人家的弟子身上，而是压在了他自己家的弟子身上，多多少少还是给自家弟子来了一些鼓励。在此之后，其他势力的掌教也陆续下注，怎么下注的都有，有下注给自家势力的，也有下注给别人家势力的。眨眼之间，除了青木山和界师联盟还有铸剑山庄这3座势力之外，其他势力都已经下完了赌注。聂婉4注，聂仙儿4注，这对姐妹花不分伯仲，并列最高。苏梅2注，排在第2，剩下的如林叶舟和秦凌云都是1注，还有2名弟子是没有被压住的，一个是咒土门的弟子，叫做风起凡，另一个弟子便是楚风。果然是废物，就算当了扛旗弟子又能怎样？得不到认可，夺不到荣誉，只会丢人现眼。见楚风一个压住的都没有，白云霄、齐言宇、赵金刚、陶香宇等青木山的弟子在心中发出了冷嘲热讽。与楚风本是敌对的他们，
此刻别提有多幸灾乐祸了，他们就是喜欢看到楚风出糗。老夫压住青木山的楚风小友，这个声音一经响起，让在场的不少人都是为之一惊。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风这么弱的弟子也会有人压住。毕竟这场赌博的赌注可是非常之高，究竟是谁这么脑袋大，压住这么一个废材的身上？莫非是有钱烧的不成？而顺身观望，人们才发现是借尸联盟的苗人龙，是他压住的楚风。这苗前辈他是怎么了？他没有赌万花秀院的姐妹花，也没有赌借尸联盟的苏美和林叶舟，竟然压住在了楚风的身上，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毕竟苗人龙的名声可是不弱，如果说别人是头脑发热，那还有情可原，但是苗人龙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人啊。老夫也压住于青木山的楚风小友，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又一道声音响起，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借尸联盟的盟主，他也压了楚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是因为楚风的结界之术真的很厉害，所以他们才这么捧他？此刻众人猜测纷纷，却也猜不出个结果，唯有那些知道楚风是借尸联盟挂名弟子的人想到了一种可能。楚风一住，可忽然之间又一个声音响起，是青木山的白猿半帝，他也将赌注压在了楚风的身上。惊，这可太让人吃惊了。如果说借尸联盟的两位压住楚风，人们还能想到一种可能，那么青木山的也压楚风，他们就实在想不通了。楚风，独孤星风也是起身开口了，而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还笑着向楚风点了点头，就好像在向楚风示好一般。疯了，全都疯了。疯的不是压住的那4位，而是在场的旁观群众。什么情况？这个9座势力总共180位弟子之中，最弱的一位竟在眨眼之间连的4注，与万花秀院的最强姐妹花并列下注最高者，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压秦凌云。青木山的拓跋杀狂开口了，他果断地压在了秦凌云的身上，总算有一个正常的了。我真害怕所有人的压住那个废物的身上。拓跋杀狂开口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他们不是活在梦中，他们仍旧活在现实，只是刚才那令人匪夷所思的下注，他们至今难以猜透。这一刻，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铸剑山庄，到底谁获得的注数最多，就看他们铸剑山庄的了。毕竟他们是唯一还没有投注的。婉儿小友，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继续压你。铸剑山庄掌教率先开口了，从他的话语中也能听出，他下注的时候似乎一直钟情于聂婉儿，而此刻聂婉儿也是向铸剑山庄的掌教回以了一个和善而又迷人的微笑，他是在感谢这位大人物的支持。掌教大人压了婉儿姑娘，我就压住在心儿吧。铸剑山庄一位长老开口了，他的实力很强，乃是8品半帝，比白猿半帝和拓跋杀狂还强，也是拥有赌资的一位人物。尘埃落定，虽然楚风奇迹般的与最强姐妹花的赌注平齐了，但是最终仍是被反超。现在只剩下此次赌博的发起者无良老道没有下注，而众所周知，他也是一直钟情于最强姐妹花的，甚至他比任何人都要钟情。在6年前，最强姐妹花第一次登上9世狩猎的舞台，还没有人看好他们的时候，无良老道便压注在了他们身上，而那一次最强姐妹花也的确成为了黑马。尽管没有像3年前的9世狩猎那样以绝对的实力拔得头筹，但是6年前的那次，他们也的确获得了第1名。所以人们很清楚，不管无良老道压注在谁的身上，那么这第1名的荣耀都是最强姐妹花的，因为无良老道肯定会压着对姐妹花的其中一个。这位青木山的小友是叫做楚风吧？然而无良老道并没有急于下注，而是看向了楚风，回前辈，晚辈是叫楚风。楚风抱拳点头，不错，就是你了，老夫这次压你。无良老道说道。什么？不是吧？我们是不是听错了？这怎么可能？震惊，无与伦比的震惊。如果说前面的人压住楚风，人们还能勉强接受，那无良老道的压注可就让人们无法接受了。无良老道是什么人？这可是一个赌神，他自从发起这种赌注之后，几乎就没有输过一场。可是这一次他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压住青木山的那个楚风？难道说这个楚风又是一匹黑马？但这怎么可能啊？区6品武王就算再强，又怎么能与9品武王抗衡？这老头来掺什么热闹？他这不是乱压吗？秦凌云等青木山的弟子气得抓心挠肝，心脏都在颤抖。他们本以为在这赌注上楚风会丢尽脸面，但现在一看，楚风哪里有丢人，他俨然成为了焦点，获得了5人的压注，不仅与最强姐妹花并驾齐驱，更是比秦凌云高出1倍还多。此时此刻，他们那脸绿的呀，就跟喝了1000碗绿豆水一样，整个人都不好了。终究还是结束了。今年的赌博还真是有点刺激啊。万花秀院的掌教笑眯眯地说道。不过这位端庄秀丽的大人物笑得却有些不太自在，因为他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想不到今年的赌注会这么与众不同，但总归也只是5比5打平而已，这他还能够勉强接受。毕竟他知道他万花秀院的姐妹花最终一定能够获得胜利。既然结束了，那么就散了吧。明日就是9世狩猎了，究竟哪位弟子能够获胜，哪位能够赢得赌注，哪些人赔得血本无归，到时自然见分晓。玉水宫的掌教开口说道，他的脸色不是很好，话语中也散发着些许怨念，因为这一次的赌博他没有尽兴，不是他没有压住到他想压住的人，而是他觉得独孤星风、无良老道、苗人龙等人根本就是在瞎压注，是在乱来。对于他来说，没有了那种公平的竞争，这赌注也就没了意义，就算获胜也体验不到那种爽感。事实上，如他一样的在座也有不少，他们都觉得今年的赌博不如以往，有些无趣。等一等，我也要压住。然而就在众人准备散开之际，一道声音却忽然响起，那个声音
是自小门小派之中传来的。刚听的这个声音，很多人都觉得是有人在捣乱。毕竟小门小派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种赌局，这不仅仅是赌资的问题，也是身份的象征，是他。然而，当人们看清那说话之人后，却是不由一愣，尤其是玉水宫的众人，脸色更是变得很不自在。这个人在前些时日展露过他的实力，半地巅峰，连诸位掌教也是奈何不得。而他不是别人，正是红强。如果说其他小门小派的掌教开口是捣乱的话，那么红强则不是。人们都清楚，他有这个资格，原来是落叶竹林的掌教。你若想赌，自然可以，只是你应该还不清楚这种赌局的赌资。玉水宫的掌教阴阳怪气地说道。自家长老被打，他却没能讨个说法，心底里自然对红强很是不爽。这个可够！红强掌心一翻，一块拳头大小的铁块便浮现而出。这是而看到这铁块，在场之人都是眼前一亮，尤其是界师联盟的人们，更是激动地站起身来，眼中露出惊容。他们都是识货之人，一眼就认出这非寻常之铁，乃是能够制造地兵的铁。这样的铁虽只是拳头大小的一块，却也价值不菲，这可比他们所下的赌注要贵重得多。而楚风则是一眼认出那块铁正是烈焰莲花铁，并且他还知道红强所拥有的烈焰莲花铁可绝不止这些。此刻他手中的这块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位掌教，这场赌注不过是娱乐而已，你拿的这个价值有点太高了，不如换一个吧。八荒岭的掌教笑眯眯地劝道，但实际上他是有些心虚了。红强拿出这么贵重的赌注，明摆着是要让他们也拿出等价之物。他倒也不是拿不出这么贵重的宝贝，只是他舍不得往出拿，毕竟这种级别的宝贝实在太贵重了一些，若是输了，那可真是会心疼死的，所以才要求红强换。你们不必加赌注。红强明白他的意思，可若是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似乎不太公平。界师联盟的掌教也是开口说道，身为界灵师，他最明白这块铁的价值是多么的高。哼，没有不公平，因为我要压住的人只会让我赢，绝不会让我输。红强说道。想不到这位兄台这样有信心，那不知道你要压住的人是谁呢？玉水宫掌教问道，话语之中同样有着几分调侃的味道。与此同时，所有人都被提起了精神，他们都想知道红强如此高调出场，究竟要压谁，而又是哪位弟子能够受他青睐。我要压的乃是青木山的楚风小友。红强根本没有看其他人，而是直接看向楚风。什么？又是楚风？红强此话一出，人们的面容再度一变，甚至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要知道，如果说先前楚风身上的赌注还与最强姐妹花一样的话，那么此刻楚风身上的赌注就已经超越了他们，成为了此次赌注最多，也就等于最被看好的弟子。可是楚风这区区6品武王的修为，根本就没几个人看好他。楚风小友，别来无恙啊！而就在这时，红强则是面带微笑的开口了，那语气非常的和善，根本不像是在对小辈说话，而是像是在与一位老友交谈。这楚风到底何方神圣，竟与这个煞星如此亲近？此刻不少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事到如今，他们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楚风与这红强的关系很不简单，他就是来力挺楚风的。只要想到几日前红强打了玉水宫的银蛇真人，随后与玉水宫的以及众多掌教对峙，但却完胜而归，他们就更为的清楚，这红强绝对是一个凶狠人物。而楚风有这样的人物最后盾，那么此子的实力与背景就绝非表面这么简单，他的背后肯定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存在。此时此刻，很多人仿佛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高手都压住楚风，那很可能是楚风的背景不同凡响，他们是在卖楚风身后的庞然大物，一个面子。可是又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能够让9世的掌教都这般示好呢？4族、3府，还是那超然的远古精灵，又或是避世不出的某位高人？各种猜测在众人脑中徘徊，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人对楚风都是刮目相看。他们也许还不认可楚风的实力，但都觉得楚风的背景超然，不是某个大家族的子嗣，就是某位高人的亲人，否则不可能受这么多人的重视。而此时此刻，要说最郁闷的，那依然是秦凌云、白云霄、齐言宇、赵金刚、陶香宇等人。想当初他们欺负楚风就跟欺负孙子一样，为什么？那是因为当初的楚风不仅仅实力弱，还无依无靠。就算有几位长老庇护楚风，但对于他们来说也都算不上什么，毕竟他们的靠山可比那几位长老强大太多，所以他们自然就可以随意的欺负楚风。但是现在突然这么多大人物站出来庇护楚风，个个都是半地巅峰，每一个都是掌教级的人物，随便站出来一个都比他们的靠山有实力有身份，这叫他们如何是好？本来还想趁着9世狩猎好好教训一下楚风，但是现在他们许多人的心中都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就一句话，他们怕了，自然也就不敢了。不用怕，做你想做的，有事我扛着。然而就在秦凌云也有了顾忌的时候，一道传音却忽然映入他的耳中，是拓跋杀狂。拓跋杀狂也很恨楚风，他是楚风慧眼中钉，当初对付楚风的时候使用了不少手段，梁子早就结下了。如今眼见着楚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青睐，并且楚风正在成长，其实他也很怕，他怕楚风成长起来他的小命不保，所以就算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也要对付楚风，毕竟只要成功了，他就还有一线生机。遵命。秦凌云心领神会，明白了拓跋杀狂的意思，所以他看向了楚风，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杀意。此事结束散开之后，林叶、周父、飞腾、苏梅等人都来到了楚风的住所，他们之所以来此，自然是庆祝的。
庆祝楚风惊呆众人，成为了此处高手赌博获得赌注最多的人。楚风师弟，你可真是厉害啊！想不到连那个红墙都与你相识，难怪你那么肯定他成功击败了银蛇真人。原来你早就认识他，深藏不露，深藏不露啊！你是啊，认识这样厉害的人物，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此刻，傅飞腾等人以调侃的语气夸赞着楚风。青木山弟子楚风可是住在这里。忽然，一道女子的声音在楚风的殿外响起，打破了这换了的气氛。听的这个声音，林叶舟等人都是一愣，他们都能够听出来，这个声音暗藏敌意，乃是来者不善，来者是客，有什么话就进来说吧。楚风没有出去，而是大袖一挥，便将殿门打开。因为那两位刚刚来到，还未说话的时候，楚风就已经感应到了他们，并且早就知道他们是谁。而他们乃是万花绣院的最强姐妹花聂婉儿与聂仙儿。聂婉儿与聂仙儿气势汹汹，径直的来到殿内，说道：“楚风，我们姐妹不服你，你有什么资格获得六柱？滚出去！”听得此话，苏美大怒，起身怒喝，开口赶人：“哪来的野丫头，也敢呵斥我们？”聂婉儿很是霸道，竟直接出手，武力汹涌，但在她手中却柔和似水，宛如一道喷泉，向苏美喷射而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看似柔和的武力，实则暗藏杀机，威力极强。不过苏美也是不甘示弱，自是结界之术强横的她，根本没有动用武力，而是意念转动，金色的黄级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化作一道结界墙，挡在了苏美的身前。聂婉儿的武力已至，落在了苏美的结界墙上，可却没有发出轰鸣，反而宛如粘液一般吸附在了苏美的结界墙上。可忽然之间，一声巨响猛然响起，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因为那轰鸣不是在结界之外，而是在结界之内，乃是暗劲。聂婉儿的武力竟然带有暗劲，无形之中穿透了苏美的结界墙，此刻正攻向苏美。糟糕！见状，苏美也慌了。她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不对，但如此距离之下，她已是来不及闪躲。可若是被这股暗劲击中，苏美就算不死，也要身负重创，怕是明日的9式狩猎都无法参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劲风忽然自苏美身旁掠来，是楚风。楚风大袖摆动，金色的结界随之飞舞，形成了金色的漩涡，只是轻描淡写之间，便将这股已经近在咫尺的凶猛暗劲化解开来。见到这一幕，聂婉儿与聂仙儿皆是神情一变，他们都没有想到，连苏美都躲不过的暗劲攻势会被这个6品武王他们眼中的废物所化解，并且化解的是如此的轻而易举，从容自若。混账！险些被暗劲击伤，苏美大怒，说话间便要再度出手。小美，由我来吧。然而还不待苏美上前，楚风的胳膊便拦在了苏美身前。楚风知道苏美很强，尤其结界之术，同辈之中已是顶尖，少有敌手。但是那聂婉儿却能够用暗劲穿过苏美的结界墙，这便说明那聂婉儿不仅强，还有手段，知道该怎么与界灵师交手。一出手就使用了对付界灵师的杀手锏。刚才若不是楚风出手，苏美就要吃大亏。而一个聂婉儿已是如此，若是再加个聂仙儿，又会多么恐怖！不管苏美如何厉害，不管她接下来如何小心，但都绝对不可能是她们姐妹的对手。这对姐妹花在刚刚出手的那一刻，楚风就已经知道她们被视为9式弟子之中的最强者，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小心点，他们很狡诈。苏美没有反驳楚风，反而在退下之时，暗中传音叫楚风小心。显然她也意识到了这对姐妹花很是厉害，真没想到深藏不露啊！苏美退下后，聂婉儿对楚风说道：“你想不到的事情，那可就太多了。”楚风淡淡一笑，颇为讽刺：“楚风，就算是我低估了你，但我也不会承认你强过我。结界终究是结界，就算再强，也斗不过武力。哪怕你小小年纪已是黄袍界灵师，能够得到许多长辈之青睐，但我聂婉儿却不认可你。”聂婉儿说道：“是要我打败你，你才承认结界之术？”楚风笑道：“没错。”聂婉儿说道。忽然，楚风大袖一挥，金色的结界如同天女散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结界，将楚风与聂婉儿和聂仙儿两姐妹封锁在了当中。不管你们有什么手段，不管你们掌握着何等武技，随便使，随便用，只要能破开我这结界，算你们赢。楚风指着他布置的结界，自信地说道：“你真是狂妄自大。”聂婉儿冷哼一声，随后抬手一拳，只见一道武力冲天起，化作金色长枪，携带刺破苍穹之势，射向了楚风的结界。一声巨响，天摇得晃，可楚风的结界却纹丝未动，而聂婉儿的武力长枪却已粉身碎骨，竟这么坚固。此刻，莫说聂婉儿与聂仙儿，就连林叶舟与苏梅等人都是大吃一惊。尽管他们早就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非常之强，强大到能与4品武帝争锋，但是这道结界不过是楚风随手布置的而已。但先前聂婉儿的攻势可不是随手的攻势，那是一种武技，并且是人境武技。可就是这样的武技，在楚风的结界面前，却宛如豆腐一般不堪一击，这也实在太夸张了一些。我就不信了。聂婉儿再度出手，这一次武力更盛，攻势更强，无数道武力凝聚的花朵，宛如导射的流星一般，向楚风的结界压迫而去。这是万花绣院的劲武技，得劲万花斩。刹那间，这结界之内宛如万雷齐鸣，非常刺耳。不过这声音只在结界之内，结界之外都听不到，更别说宫殿之外了。虽然声音被隔绝了，但这的劲万花斩的恐怖之处，却是林叶舟等人用肉眼就能分辨得出来的。那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涟漪，宛如烟花一般绚丽，但他们都很清楚，那绚丽的烟花之中蕴含着毁灭性的威力。可是当那宛如烟花一般的能量涟漪
尽数褪去之后，那结界却依然完好无损。这不可能！此刻，聂婉儿与聂仙儿的脸上皆是布满了吃惊。怎么样，我的狂妄自大，倒也算有点资本吧？楚风笑眯眯的道：“擒贼先擒王，破军先杀主。”聂婉儿眼中寒芒一闪，如同一道流光一般飞向了楚风。他的速度奇快，只是一瞬间，已是来到楚风近前，并且他双手舞动，化作8只手臂，每只手臂都宛如一道游龙一般，夹带着阵阵龙吼，向楚风撕咬而来。这不是简单的攻击，依旧是地境武技，叫做的劲八龙手。此武技虽不是万花绣院的原创武技，但却是在一座远古遗迹所得，威力极强，胜过聂婉儿先前施展的劲万花斩，乃是万花绣院的标志性武技之一，也是聂婉儿所掌握的最强武技。所以他不但没有留手，反而施展了全力，是想要凭借此招与楚风分个胜负，做个了断。可是面对此等武技，楚风却是一动不动。起初人们觉得他是胸有成竹，但是当聂婉儿已经靠近了，楚风却依然没有反应。这哪里是胸有成竹，俨然就是放弃抵抗。楚风怎么了？为何不躲？林叶舟等人都发现了不对，忍不住呼喊起来：不是不躲，而是躲不了。得劲八龙手的厉害之处，不仅是强大的攻势，而是威慑力。这威慑力模仿于真龙，常人难以抵挡，近距离之下更是翻倍。那楚风太过自大，见姐姐出手却也不反击，应该是想姐姐靠近后再对姐姐出手，来彰显自己的实力，但却正中下怀，承受了的劲八龙手最强大的威慑力。此刻就算他想反击，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场比试他败了。在众人担忧之际，聂仙儿则在心中冷笑，他知道的劲八龙手有多恐怖，所以他自信他姐姐必胜。忽然8道刺耳的连绵炸响，聂婉儿的劲八龙手已是全部拍在了楚风的身上，脑袋、脖颈、胸口、腰部、手臂、手腕、大腿、小腿8个部位皆是拍中，这简直就是要让楚风粉身碎骨。楚风眼看着聂婉儿的劲八龙手招招击中，苏梅等人都吓坏了，尤其是苏梅又惊又怒。只是这一瞬间，她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并且冲向了结界。满含杀气的她想要为楚风报仇，可就在这时，那聂婉儿却忽然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半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姐姐！见到这一幕，先前还一脸得意的聂仙儿顿时就懵了，赶忙跑到了聂婉儿近前，搀扶起了她的姐姐。而她这一搀扶，更是面容大变。先不说此刻聂婉儿的体内气息紊乱，她那一双玉手竟已是血肉模糊，皮开肉绽。这发生了什么？见到这一幕，莫说林叶舟等人惊得目若呆鸡，就连急速飞奔的苏美也是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原地。而就在这时，楚风的衣衫之上竟闪过一层金芒，涌入体内。此刻林叶舟等人眼中皆是闪过一抹惊骇之色，身为界灵师的他们都能够察觉到那金芒有多料的，那是结界之力，却非寻常的结界之力，中了我的无形反伤阵，只是口吐鲜血。你的体质很强。楚风开口了，而他也是一语道破玄机，告诉众人为何他中了的劲八龙手毫发无损，而聂婉儿反而身受创伤的原因。原来楚风不是不闪不躲，更不是被的劲八龙手的威慑力所震慑到才一动不动，而是在一开始楚风就在他的身上使用了一种神秘而强大的阵法，无形反伤阵。阵如其名，这阵法就贴在楚风的身上，肉眼甚至都分辨不出来，看不出也感觉不到。但是当真正的危险来至之时，这无形反伤阵就能够在无形之中将危险反弹给对手。楚风是故意的，他就是在等聂婉向他攻来，不用他出手，凭借无形反伤阵，他就可以让聂婉败在自己脚下。而此等厉害的阵法，自然也是楚风在九灵神图中所得，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使用，想不到这一次倒是给了他机会，而这个效果倒也是让楚风颇为满意。卑鄙的家伙，竟然暗中做手脚，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忽然聂婉怒吼一声，随后只见其长发舞动，一股磅礴的气焰自其体内散发而出，那气焰太强，哪怕楚风也是连连后退。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无形的气浪不断自聂婉体内散发而出，向西面八方席卷去。在那气浪的冲撞下，楚风所布的结界也是不断的颤抖，这力量很强，但楚风却能够感觉到，这并非是聂婉有意控制这力量却冲撞楚风的结界，而是这力量不由自主的想要散发，想要让世人感受到这股力量。这是很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凡人的力量，天赐神体。楚风目光一闪，他已经确定这股力量为何如此之强，聂婉乃是天赐神体。姐姐，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就在这时，聂仙儿的身体也是释放出如聂婉一样强大的力量，这对姐妹花竟全部都是天赐神体。这样一幕，哪怕楚风也是吃了一惊。终于，无形的气息开始化作有形，那是红色的气焰，火红，并非火焰，倒像是火烧云一般。在那火色云彩散发之后，聂婉与聂仙儿的身体已是消失不见。他们的天赐神体似乎比常人的还要厉害，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肉身与力量合为一体的地步。此时此刻，他们凡人的肉身虽然不见了，但却化作了2只火红的巨鸟。那巨鸟虽尖牙利嘴，却又虚实难定，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力量非凡，具有可以撕裂一切的天之神力，幻化了这对姐妹花的最强绝招合为一体的天赐神力。3年前，他们就是凭借这一招横扫了9世的其他弟子，以绝对优势登顶9世狩猎的第1名。林叶舟、傅飞腾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有多强。此时的聂婉与聂仙儿战力又提升了一个境界，不再是3品半地，已与楚风一样达到了与4品半地相同的地步。楚风
现在认输，我们姐妹便饶你一次。聂婉儿与聂仙儿同时开口，身体变化后，就连声音也是产生了变化。虽然仍是女子声音，但却蕴含野兽的粗狂以及一种神圣之感，仿佛她们就是神兽一般。认输恐怕做不到。楚风淡然一笑，楚风，我们姐妹此等形态，出手不知轻重，你若不认输，我怕会取你性命。聂婉儿与聂仙儿再度说道，不知轻重，说明你们还控制不重力量，难以自控，就是实力不够。你要我向实力不够的人认输，不觉得可笑吗？楚风笑眯眯地说道，狂妄自大就要付出代价。聂婉儿与聂仙儿被楚风激怒了，身形飘动，便向楚风压迫而来，气势无双，君临天下。见状，楚风则是嘿嘿一笑，身形向后一退，竟脱离了结界，来到了结界之外。而聂婉儿与聂仙儿紧随其后，则是直接装在了结界之上。强大的力量使得结界伤痕累累，但他们却未能冲破结界。楚风，你逃不掉，我姐妹二人此等形态，你拦不住我们。两姐妹发出咆哮，那结界也是难以阻隔，声音传到了楚风等人的耳中。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上竟开始绽放出一层又一层的火云，翅膀扇动之间，狂风四起，乌云大作。那方结界之内早已是电闪雷鸣，涟漪四起，如同末日之的一般，恐怖至极。看着两姐妹释放出的恐怖力量，哪怕是林叶舟这样自负的人，也是眉头紧皱，连连后退。他知道两姐妹被激怒了，他也知道愤怒的两姐妹有多凶残，所以他很怕两姐妹突破结界之后大开杀戒，那样的话，就连他们也要倒霉。再强也是两只鸟，你们这天赐神体没什么用，看我收了你们。然而就在众人惧怕之时，楚风却是哈哈大笑，只见其双手急速变化，一层又一层结界之力不断涌向那束缚姐妹花的结界。这种变化之下，那结界的裂痕不但被修复，并且开始光芒闪烁，越来越强。忽然，楚风单手探出，对着结界猛然一抓，喝道：收！那结界竟然急速缩小，而身在其中的两姐妹也是开始随之缩小。当那结界回到两人大小的时候，两姐妹的神鸟之躯已是被硬生生的逼退，化作了正常的人类身躯。没了神鸟之躯，她们的神力也是消失不见。此刻不仅战力下滑，气息比往常还弱了一层，待在那结界之中，真的就像是两只杀气腾腾的小鸟，被困在了坚不可摧的牢笼之中。此刻的聂婉儿与聂仙儿满脸错愕，又严重受挫，看着有些可怜。当最后一搏也以失败告终，他们心中的愤怒也只能化作不甘的无助。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们姐妹怎么可能会输给你？忽然，聂仙儿很是不甘地大叫起来，呼喊之时，眼中竟泛有泪光。屈辱，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莫大的屈辱。自认为九世弟子第一人的他，如今竟然败了，这就等于被拉下了神坛。从今以后，九世众弟子之中最强的将不再是她们姐妹，而是楚风。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难以忍受从独一无二的高高在上跌落到与他人一样的平凡之中的落差感。你们很强，但却也没有那么强。动用天赐神力之后，你们的战力的确增强，提升了一个境界。你们的战力已经无限的逼近了四品半帝，但实际上你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四品半帝。半帝就是半帝，武王的战力再强，战力再逆天，也只能是接近，而无法真正的与半帝相提并论。而我不同，我用的不是武力，乃是结界之术。我结界之术之战力，不是接近四品半帝，而是能够真正的与半帝平起平坐，正面对抗。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这不是意外，而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楚风缓缓开口。聂希儿忽然瘫坐在地，神情呆滞，是精神受到了打击。如果说聂希儿先前被寒冬之血所动，那么楚风这番言论无疑就是雪上加霜。楚风，你赢了，放我们走。聂婉儿抱住自己快要崩溃的妹妹，开口说道，语气之中竟有着几分祈求之意。他怕，发自内心的害怕楚风不让他们走，因为他知道楚风有对付他们的能力。楚风动都不动，只是目光一闪，那聂婉儿姐妹使尽全力都未能击破的结界便消散开来。你们走吧，我就不送了。楚风摆手说道。此刻聂婉儿目光闪烁，起身离开之际，却又忽然止步，侧头说道，楚风，我承认你很强，如今的九世弟子之中，你是第一。话罢，聂婉儿与聂希儿身形摇晃，便消失不见，隐没于虚空之中。没人知道他们来过，也少有人知道他们与楚风的这场交手。楚风，老夫早就知道你很强，却没有想到你这么强，一代帝王怕是又要出现了。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是红强。红强半帝巅峰，来无影去无踪，他不想现身。楚风等人就算拼了命的感应，也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显然他来了已经有好一会，至少他在暗中亲眼目睹了楚风是如何击败聂婉儿姐妹的。诸位小友，能否让我与楚风单独交谈一番？红强笑着说道。见状，林叶舟等人都赶忙走了出去，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笑着对红强施礼。他们都知道红强是什么人物，半帝巅峰，与他们的掌教同一个级别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他们不敢得罪。楚风，抱歉，老夫让你失望了，未能按照约定将那烈焰铁莲花种子的封印解开。众人离开后，红强很是抱歉地说道，前辈，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本来就是晚辈麻烦前辈，又何来失望？我相信以前辈的能力，早晚会解开这莲花种子的。楚风笑着说道，其实也快了，九世狩猎结束之后，我一定将被解开封印的莲花种子交给你。红强说道，我相信前辈。楚风搬来椅子说道，前辈请坐，多日不见，晚辈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也想听听。
你在借尸联盟击败东方地族三皇子的细节。红强坐下后笑着问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笑了，暗叹红强消息灵通，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并且他击败东方泽轩，明明是用风楚这个假身份，但是红强却也猜出是他所为。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惊叹，但楚风却并未隐瞒，一五一十的讲述起来。在楚风与红强交谈的同时，聂婉儿与聂希儿两姐妹回到了他们的住所。然而，在他们的住所内，却有着一个人。这个人不知活了多少岁月，但却依旧保持着一个妇人的模样，不仅美，还很有气质。最重要的是那种压迫感，常人难有。此人正是万花绣院的掌教，也是聂婉儿与聂希儿的师尊。你们去找那楚风了？万花绣院掌教问道。聂婉儿点了点头，看来是败了。万花绣院掌教说道。聂婉儿再度点了点头。万花绣院掌教发出一声长叹，看来他很是失望。有尽全力吗？万花绣院掌教问道。回师尊，我们已尽全力。聂婉儿说道。动用天赐神力了？万花绣院掌教问道。动用了。聂婉儿回道。何种程度？万花绣院掌教问道。幻化。聂婉儿回道。那么将他逼到了什么地步？万花绣院掌教继续问道。我们使尽全力，却未能伤他分毫，被他用结界之术硬生生的逼回了本体状态。聂婉儿回道。万花绣院掌教沉默了，过了好一会才问道。是隐藏了实力？莫非他是半帝？不，他只是6品武王。聂婉儿说道。那你们怎么可能败？万花绣院掌教的情绪有些激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师尊，是弟子无能。见状，聂婉儿与聂希儿赶忙跪了下来。千万别说是他的结界之术很强，你们才败的。我苦心教导过你们该如何对付界灵师，如今你们都是对付界灵师的高手，所以用实话告诉我为什么会败。万花绣院掌教追问道。师尊，我们知道这很荒唐，但是他的结界之术的确与众不同，非常之强，重文黄袍界灵师之中是我们见过最强的。就算再要我们向他挑战1次、10次、100次、1000次，结果还是一样，败的一定是我们。聂婉儿如实回答。他很少认输，但这一次他不得不认。经过与楚风的交手，他知道楚风很强，从始至终楚风都是风轻云淡，他们根本没能逼出楚风的绝招。楚风还有无数手段是他所不知晓的，所以他知道他们姐妹与楚风不是一个级别。此刻万花绣院掌教再度陷入了沉默，片刻后才说道。独孤星风联盟掌教无良老道苗人龙，你们果然都是老狐狸，我知道你们为何如此看重那楚风了。记住，从今日起你们不能与楚风交好，但也不要再与他为敌。万花绣院掌教说道。遵命。聂婉儿与聂希儿不敢违背，也不想违背，一同应下。楚风击败聂婉儿姐妹的事情还无人知晓，但却也有两伙弟子私下聚会，而图谋的便是楚风。此刻咒土门弟子的住所内有着21人，咒土门的20名弟子，一个不少的都在此处，而那多出的一人乃是青木山的弟子秦凌云。你说什么？要我们对付你青木山的弟子？楚风开口的人叫做颜鬼，咒土门此行20弟子中最强之人，与秦凌云一样，也是9品武王。不过相比于秦凌云，此人身上的杀气极重，不是他不愿掩饰，而是他掩饰不住，并且所携带的杀气满含阴邪，明显修炼了不正常的玄功。这也不能怪他，咒土门上道长教下到弟子都是如此。毕竟咒土门在成为9师之前，本就不是什么名门正派，虽然于9师齐名后有所收敛，但很多人都知道咒土门的修行方法是9师之中最诡异的，这是好处。秦凌云将一个乾坤袋丢向了颜鬼，颜鬼接过乾坤袋，查探之后，嘴角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问道：为何让我们帮忙？难道那个小子你自己还对付不了？不是对付不了，只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对付。你们只要帮我抓住他，然后私下里交给我便可以。秦凌云说道。放心，这是小事一桩。颜鬼微微一笑，将那乾坤袋收入囊中。远古遗迹终于开启，9师狩猎终于开始。这激动人心的一刻，这场9师弟子之间的纷争战也是随之拉开了序幕。眼下9师弟子，包括其他小门小派、3、5成群或是单独行动的弟子们，都已自踏入了远古遗迹。他们皆是紧握着一张地图，并且认真的观看着。不是他们太谨慎，而是他们怕走错路，怕陷入危机。数万年前，整个5之圣土都是远古生物出没的地方，但是事到如今，能被称为远古遗迹的地方却也并不多见。而远古遗迹顾名思义，那都是有远古异种出没的地方。远古时代的生物，只要想想，人们便惧怕不已，哪里有人敢去冒犯他们？更何况除了远古异种之外，还有很多强大的杀人阵法，能杀人于无形，所以他们才仔细观看地图，生怕走错了地方，踏入远古生物生存的土壤。何况这远古遗迹很大，哪怕是青木山规定的行动范围，也是一片很辽阔的土壤，所以他们更要记清地图，避免走错地方。不愧是远古遗迹，这里的确与众不同。进入此处，楚风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刹那间他仿佛回到了远古时期，看到远古巨兽吞吐天地之气，看到远古强者与万物争锋，那是一个极为凶险的年代，却也是一个强者辈出的时代。不过可惜时间不等人，楚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强者也没有留下来。虽然这里是远古遗迹，有远古时期的生物，不过却也只是那个时期的生物，不代表他们在那个时期生存过。其实这里所谓的远古时期之生物，也不过是那些生物的后代罢了，并非真正在远古时期叱咤风云的存在。毕竟数万年之久，什么样的强者能够活下来？就算真的有真正的强者，
就算活着，又怎么会留在这种地方？不过，楚风倒是真的希望发生奇迹，由奇迹让那个时代的强者活下来。若是有这样的人，用尽一切办法，楚风都想与他见一面，亲耳听他讲述一下远古时期的真相。楚风，我们一起走吧。忽然，一道声音打破楚风的思绪，是林叶舟。林叶舟等界师联盟的弟子邀请楚风同行。不了，我还有事，就不与你们同行了。祝你们好运。楚风说话间，突然身形一纵，如离弦之箭一般，跃入了远古遗迹深处。那个混账，跑得真快，是怕秦师兄收拾他吧？见楚风眨眼消失，白云霄冷声说道：“放心，他逃不掉。”秦凌云自信说道：“秦师兄，此话何解？”陶香雨等人有些不解。而就在这时，咒土门的20名弟子在颜鬼的率领下，如闪电一般，纷纷掠出，向楚风离开的方向追赶而去。不好，他们要对付楚风。苏美发现了不对，便要去追。不用追，楚风师弟应该应付的了。倒是林叶舟等人自信满满，听得此话，苏美才反应过来，他只是太担心楚风了，却忘记楚风的实力。这些弟子之中，有谁能够伤得了楚风？秦师兄真是高明。此刻，白云霄等人也是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这样的废物，根本不用我出手，就能让他一败涂地。真以为出去走了一圈，与界师联盟的家伙连成同盟，就是我的对手了？呵呵，和我斗，他还太嫩。秦凌云洋洋得意，甚至还挑衅地看了林叶舟等人一眼。他知道林叶舟等界师联盟的弟子与楚风走得很近，是一伙的，所以他才要咒土门的弟子帮忙，这样等于2对1。就算林叶舟等弟子他们出手，也只是找死而已。眼下秦凌云见林叶舟他们没有出手，他便自认为是林叶舟等人怕了，是不敢出手。果不其然，这个小子要倒大霉了。他那样的修为，居然获得6种，超越了万花绣院的2位仙子，肯定有很多人看不过去，倒霉也是应该的。很多人都看出咒土门是冲着楚风去的，更有甚者，更是借此拍起了聂婉儿与聂希儿2姐妹的马屁。对于这种人，聂婉儿姐妹都是不屑一顾，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他们觉得这些人很可悲，也觉得咒土门的那20名弟子很可悲。毕竟他们已经知道楚风有多恐怖。此时，咒土门的20名弟子依旧在追赶着楚风，并且已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楚风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若不施展全力，还真是很难追上。此时，颜鬼眼中寒芒闪烁，他已经动了怒气，准备施展身法武技，尽快抓住楚风。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止住前行的步伐，本比闪电还快的他，竟宛如铁钟一般，稳稳地站在了那里。见楚风忽然止步，咒土门的弟子也是吓了一跳，除了颜鬼之外，都是有些慌乱，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楚风明知道他们是来对付他的，为何不继续逃，反而忽然停下？这简直不合常理，怎么不跑了？是知道跑不掉吗？颜鬼问道。楚风发出一声轻笑，转过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浑身上下都发出咔嚓咔嚓宛如鞭炮齐鸣般的声音，这才说道：“你们想怎么死？死的是你！”一位咒土门弟子出手了，步伐奇特，似猎豹，双手霸道，似虎爪，身形玄妙，似仙鹤。此乃一种武技，至少8段。不过可惜，虽然他的武技修炼至了大成，虽然修为与楚风一样，也是6品武王，但是战力可就差了太多。楚风没有出手，只是脚在大地猛然跺了一下，一阵气浪汹涌来，冲到了那咒土门弟子的身上。顷刻间，阵阵脆响自其体内连绵传来。当他倒地之时，不仅七孔流血，更是经脉寸断，化作了一个血人。混账！又一名弟子出手了，这位是7品武王，比楚风高出1品境界的他，有着绝对的把握能够击败楚风。他使用了身法武技，瞬息便来到楚风近前，五指握拳，中指突出，这也是一种武技。而这武技的所有力量都聚集在了中指之上，若被击中，不死也残。并且为了增强力量，他还在中指上贴了一道隐晦的符，这是咒土门的手段，以符增强战力。而眼下他的这一拳对准的竟是楚风的丹田，他是要废掉楚风的修为。不得不说，他很凶狠，可他的拳头还未打中楚风，便率先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他的丹田已被刺破，而那刺破他丹田的乃是楚风。楚风单手如剑，不仅刺破了他的丹田，拔出的时候还滴血不沾，似是宝剑一般。废掉那位修为之后，楚风一个耳光落在那位脸上，直接将他扇到数米开外，如沙袋一般装在了一棵大树之上，才摔落在地，昏了过去。下一个，楚风语句清晰，很是轻蔑，放佛在他面前的不是人，而是待宰的猪羊，待杀的鸭鹅，一群畜生而已。他想杀便杀。见到这一幕，咒土门剩余的10几位弟子都是气得咬牙切齿，想要一拥而上对付楚风。住手！不过却被一声呵斥给阻止了下来。是颜鬼，倒是低估你了。颜鬼说道。这话你不是第一个说的。楚风淡淡的笑道。就算你是逆战3品的战力，可凭借你这6品武王的修为，也只能与9品武王抗衡，而我这里能与半帝抗衡的可不在少数。你真觉得你有胜算？颜鬼说道。如果我说你们加在一起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们信不信？楚风问道。楚风此话一出，颜鬼等弟子一同大笑。在他们看来，楚风绝对是在说笑，这简直就像是一只猴子对一群野狼说：“我一口能吃掉你们所有一半。”不切实际，简直能活活笑死人。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流光闪过，好像有什么来到了他们中间一般。仔细一看，他们大惊，竟是楚风。是楚风竟来到了他们的中间，并且嘴角还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给我趴下！忽然，楚风猛然抬手，
一道金光射向天空，化作一片金色祥云。那祥云金芒闪烁，符文流转，猛然下落之间，一股巨大的压力也是从天而降。刹那间，包括颜鬼在内的咒土门所有弟子全都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寸步难行。现在你们信了吗？楚风问道。你究竟是什么怪物？一位弟子吓坏了，连声音都是有了变化。他怎么也想不到楚风会怎么强大，可是他的修为明明还是6品武王啊！6品武王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怪物，他想不到其他可能。楚风单手一握，一道武力长剑便出现在手中，对着那人的左肩猛然刺下，噗的一声，便穿透了他的肩膀。我来问你们答，多说半句，休怪我不客气。楚风语气冰冷，杀意凛然，这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咒土门的弟子都察觉到了这一点，语言可以说谎，但是杀意不会说谎，尤其楚风的杀意更是从无数杀戮中炼化而来，这绝对不是假的。尤其是杀伐果断的咒土门弟子，更是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咒土门的弟子能够想象得到，楚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他的手上绝对沾染了无数人的鲜血，杀了无数个人。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真正的冷血杀手。所以他们知道楚风说的出作得道，真的会杀了他们。所以哪怕颜鬼也是不敢多言半句，都如同惊弓之鸟一般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你们之中哪些人是咒土妻子？楚风问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尤其颜鬼神情更是变得很不自然，但却没有人肯说话。楚风手臂滑动，那本在弟子肩上的长剑便随之移动，直接自丹田处劈了下去，将其丹田斩成2半。那位弟子发出惨叫，他的惨不是因为疼痛，而是修炼多年的修为此刻正在蒸发，这真是叫他生不如死。随后楚风又指向另外一名弟子，将长剑刺入那位体内，威胁道：告诉我，否则我要你与他一样，不要废我修为。我说那位弟子不敢抗拒，将目光扫过3人后，才痛苦地哭了起来。因为他看的3人虽然不是在场最强的3人，可却是身份最超然的3人。其中一位是咒土门的最强弟子颜鬼，他乃是9品武王。另外2位楚风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他们的修为，一位8品武王，一位7品武王。看了眼这3位，楚风笑了，他笑的同时闭上了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了4张脸孔：江七杀、吴昆仑、赵月天、黄百年。这4人出现在东方海域之后，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了楚风最大的敌人。他们刚出现的时候，楚风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他们4个就像是4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压迫的楚风难以呼吸。而他们4位便是咒土门掌教亲传的7位弟子之4，外界称他们为咒土妻子。当时若不是楚风借助了缥缈仙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击败江七杀他们。那时的他还太弱小。忽然楚风睁开了双眼，再度看向了颜鬼3人，他脸上的笑意更浓。这3位也是咒土妻子，每一位都比江七杀4人强大，可如今却只能如死狗一般趴在楚风的脚下。楚风只要想杀他们，与踩死一只蝼蚁没有任何区别。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楚风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力量，他凭借的是自身的修为。颜鬼，看来你就是咒土妻子之首吧？楚风走到颜鬼面前问道。楚风，不是我要对付你的，是秦凌云，是秦凌云要我们对付你。对，我的乾坤袋内有秦凌云给我的好处，你拿走吧。不，你全都拿走，我的乾坤袋你也拿走，放过我们吧。颜鬼不敢回答，反而开口求饶。不是他没有骨气，而是他现在害怕极了，并且也后悔极了。他先前觉得楚风是只羔羊，他能够轻而易举的擒获，现在才发现对方乃是一只猛虎，哪怕他为饿狼，可在楚风面前也是弱小不堪，成为了对方的食物。楚风又笑了，他早就知道颜鬼等人袭击他可能与秦凌云有关，但没有想到还真是如此。楚风探手一抓，将他们所有人的乾坤袋都吸入手中，随后很是自然的放入了自己的乾坤袋内，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就如同这些本就是他的一般。不过显然楚风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们，而是手掌张开，又一股吸力涌出，将颜鬼抓了过来。楚风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一只手握住武力长剑，刺入他的腰间，距离他的丹田不过毫厘之差。我问你答，若有半点迟疑，若有半句谎话，我就让你这32年修来的力量化作云烟。你最好如实交代。你应该知道，你若说谎，绝瞒不过我。楚风双眼如电，雷芒闪烁，似是妖孽在世，能够看破一切。你知道淡台雪吗？楚风问道。我知道。颜鬼不敢隐瞒。那你可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楚风问道。颜鬼有些犹豫，可最终还是说道，他在我咒土门之中，在你咒土门之中。他不是你咒土门弟子，怎么会在你咒土门之中？是你们抓了他？楚风冷声问道。是的，他被掌教师尊抓住了。颜鬼回道。你们为什么要抓他？楚风问道。他不仅偷了掌教师尊的符咒摄魂笛，还将我的4位师弟斩杀，掌教师尊自然不会放过他。颜鬼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内心一颤。淡台雪是谁？淡台雪是当初与江七杀等人一同来到5之圣土的那位神秘女子。淡台雪曾多次帮助过楚风，对楚风有着大恩大德。本来楚风与淡台雪一同前往5之圣土，可不曾想来的路上却出现了岔子，未能与淡台雪一同进入咒土领域，反而是来到了青木领域。所以楚风一直很担心淡台雪，不知道他独自一人回到咒土领域是否安然。而如今听颜鬼这么一说，楚风自然就更加担心。显然现在的淡台雪很不安然。你们还没有杀他，为什么不杀？虽然得知淡台雪被抓，但楚风却也听得出来，淡台雪只是被抓，目前还没有被杀。因为
我师尊的符咒摄魂笛被他藏了起来，没有找到符咒摄魂笛之前，他还不能死。颜鬼说道。符咒摄魂笛，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楚风问道。是半成地兵，我咒土门的传承至宝。颜鬼说道。那如果但台雪死也不肯说出他将符咒摄魂笛葬在了哪里，你们又怎么办？楚风问道。如果他死也不说，那以师尊的性格，就会让他生不如死。他一定会说的。颜鬼全部如实交代，他真的不敢隐瞒，他害怕楚风废了他的修为。好啊，淡台雪，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忽然，楚风大笑起来，笑得很是开心，狂放至极。他是故意的。颜鬼等人乃是咒土门的弟子，楚风能废了他们几个弟子的修为，但却不能真的杀了他们，否则会引起大乱，甚至引起青木山与咒土门两座超然势力的大战。而为了避免大战，青木山就算将楚风交由咒土门处置，也是很有可能。所以楚风不能杀了颜鬼他们。而既然不能杀了他们，楚风又问了这样的问题，那就难免颜鬼会多想。只要他多想，就会戒备。若是让他有了戒备之心，回去后就一定会告诉咒土门的掌教，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淡台雪要么会被转移，要么就会直接被杀。为了避免这些，楚风才故意大笑，他就是要让颜鬼误以为楚风与淡台雪乃是大敌。他打听淡台雪，不是关心淡台雪，而是想知道淡台雪有没有死。这样一来，颜鬼等人就不会有戒备之心，甚至他们都不会与掌教说，毕竟他们透露了机密，若是被掌教知道，他们也是要倒大霉的。楚风师弟，莫非你与那淡台雪也有深仇大恨？果不其然，颜鬼被楚风的演技征服，觉得楚风也是痛恨淡台雪之人，是很深的仇，很大的恨。不过无所谓了，只要他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看在你们与我有共同敌人的份上，我今日就饶你们一命。楚风说话之间，大袖一挥，便解开了那天上的降云阵法，使得颜鬼等人的束缚终于被解除，恢复自由之后，颜鬼却未能站稳，而是如同烂泥一般瘫坐于的。此刻他双眼呆滞，神情恍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尽管楚风只是逼问了他几句，只是过了片刻的时间，但对于他来说，这段时间简直就像身处地狱，非常难熬。你们把青木山给你们的传送符全都拿出来。忽然楚风开口，咒土门众人不敢违背，纷纷取出了传送符，握于手中。楚风师弟，您这是什么意思？颜鬼不解地问道。你们先前还想对付我，这点我无法宽恕于你们。看在你们咒土门也与淡台雪有恩怨的份上，我才绝对放你们一马。你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们捏碎传送符回去吧。楚风说道。楚风师弟，千万不要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否则我们听了此话。颜鬼等弟子顿时傻眼了。捏碎传送符，那不就等于弃权吗？这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耻辱。先不说回去后会被掌教怪罪，此生也会挂上临阵脱逃的名声。见众人犹豫，楚风忽然意念一动，20把长枪浮现出，纷纷对准了颜鬼等20名弟子的死穴。这20把长枪虽皆是结界凝聚而成，但每一把都是一座阵法，威力很强，拥有杀生之力。在楚风的操纵下，哪怕是颜鬼也是难逃一死。我数之3个数，你们要么走，要么死，自行决定。话罢，楚风闭上双眼，轻描淡写的数道：1。楚风刚数到1字，便听阵阵声响连绵响起，那是传送符被捏碎的声音。而当楚风睁开双眼之际，咒土门的20名弟子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一个都没有留下。见状，楚风发出一声轻笑，嘲讽颜鬼等人的贪生怕死，也嘲讽他们的无能。只有这种实力，还敢来追杀他，真是自不量力。但台雪，坚持住，待这9世狩猎结束，我楚风就去救你。忽然，楚风的目光变得凝重，凝重之中带有担心。但台雪不仅帮过楚风大忙，不仅救过楚风的命，并且他没有斩杀江七杀等4名弟子，他只斩杀了其中1个，而江七杀等另外3人其实都是楚风杀的。但台雪等于是替楚风背下了罪名，于情于理，楚风都应该去救他，不然楚风的良心过不去。想到此处，楚风忽然一动，整个身体化作一道奔雷，瞬息数里消失在了远处。而那个方向已经超出了青木山所规定的活动范围，并且不为人知的是，那个方向是这座远古遗迹之中最凶险之区域所在的方向，可那里却是楚风必须需要去的地方。